朋友，大家好。然后我们先介绍了四圣谛的这个纲要，或者是四圣谛的这个结构，那么让我们呢明白，然后我们修行佛法的终极的意义、终极的这个目标。那么佛陀呢在说四圣谛的时候呢，他从世间法来进入，因为呢世间法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直接或者是很真实的感受到、感知到的这个部分。那佛陀呢，他在说法的时候呢，是非常直接，而且呢非常如实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呈现出来的这种果报或者是现象呢，就是所谓的一种苦。当然这个字眼呢，我们发觉到它有点负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一谈到这个字的时候呢，就觉得是好像比较不好的。其实呢，这个字眼在中文的用法里面呢，跟我们的味觉有关系我们吃到的东西苦的我们就会有比较负面的一种反应，比较抗拒因为我们比较不喜欢吃苦嘛那么其实这个字眼呢，在应用的时候呢，可能也只能够用到这样的一个字眼呢来说明。因为呢我们人的那种感受，如果你说单单用个字眼呢就能够涵盖全部，那么这个字呢就必须要非常深。可是呢我们发觉到说，如果我们只是用中文的这个苦，也就是我们味觉里面的一种感受，或者是一种味觉的话呢，那么这个味觉呢，有时候它也不能够涵盖全部。虽然我们知道说生理的反应呢，比如说对苦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是会给我们这种感受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味觉的，但是我们也发觉到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苦也不难吃对。所以呢它所涵盖的这个内容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全部都含摄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能够用到的字眼呢，就到这个程度。其实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字眼呢，把它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感受来讲，我们提到这个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到，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呢有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的感受，我们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字眼来说明它。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讲得更深一点的时候呢，又发觉到说苦这个字有时候呢还是不够用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蛮多人在身心上有问题的尤其是心理压力很大，然后精神状况比较不理想的你说单单用一个苦字就能够全部涵盖吗？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说明呢，只是用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很多人一看到的时候呢，当然生起来的我们提到说是比较负面的一种反应，多多少少也是一种抗拒，甚至觉得它很消极。所以很多人说佛法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这个宗教，因为它讲苦或者说这个字眼一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佛陀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不是要让我们消极，或者是让我们从负面的角度呢看人生，而是要我们从很现实的如实观来看我们的这个生活，看我们自己本身人的种种的这种感受。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佛陀他也比较直白的说从生理上谈到说老病死当然所谓的生也含摄在里面，我们的一生。那么在一生里面呢，我们身体渐渐衰老了，我们身体呢会出现所谓的病态那么我们的身体呢最终它也会死去，那么也就是这个肉身它会灭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说明里面呢，从生理上直接的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从生了，然后最后它会死掉，在生和死的过程里面呢，它会老会病啊，老呢就是我们的生理的机构渐渐失去了它良好的功能，然后病的话可能是比较突发性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疫情，那很多人呢就因为这样的病，那么就往生了，就去世了。那么我们感受到苦呢，用苦这个字眼来形容呢，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好，这个事情呢逆我们的意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想要的时候的东西呢，我们觉得那个是会导致我们得到一种快乐的感受。那么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呢，我们觉得苦。实际上呢，更深一层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安，内心的一种失去安全感的。那么这种内心失去安全感呢，不只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时时刻刻的担心我们的身体老化，担心我们身体的这种病，然后也担心我们会死去。因为这样的种种的担心，因为对这个现实生活的没有办法掌控身不由己，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苦。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内心不安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比较深层的不安呢，再进去的话，更深层的话，那么当然就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佛陀在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里面，我们还有不同的所谓的苦，或者是不同的这种不安。比如说我们心爱一个人，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怎么爱一个人，我们也不可能永远跟他在一起。或者是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把我们这种爱染的心加注在某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很怕失去他。当然这种情况呢，不只是人，还有很多的物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所喜欢的这个物或者是人，它不可能永远陪着我们，可是我们又染着于它，要把它抓到紧紧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有了苦，然后就有了这种不安，就是爱别离苦。那么苦呢，是我们直接感受到；不安呢，就是我们在想象的过程中，想象这个东西会失去，想象这个东西会，比如说会毁灭成住坏空会空掉，那我们就心里面产生各种的这种不安的情绪，我们产生这个苦的这个感受。然后我们在人际或者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呢，我们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可是我们也发觉到说，越不愿意这个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好像反而更容易呢跟随着我们。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是情绪上的苦受情绪上的苦受。那么当然追根究底呢，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所求，这个求呢就是一种爱染的心。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求的话呢，我们发觉到说，当我们所要求的、所想要的它得不到了，就求不得。所以呢，爱别离、厌憎会跟求不得，就是我们情绪上，那么或者是我们一种社会性的，或者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那种交往、那种关系里面会产生出来的一种逆向的这种现象，就是不如我们心意的，就是不如我们要求的，然后我们就感受到一种不安，感受到一种苦。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佛陀呢直接的告诉我们，佛陀没有逃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呢会逃避这个问题，或者是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别的方式取代、转移，然后让我们去逃避类似这样的一种感受，类似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佛陀呢，他直接的告诉我们，
那么告诉我们呢，其实就是要我们直接的去面对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面对我们现实的人生。那么从我们面对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生里面呢，看到我们内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当然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它都在所谓的逆意的状态，不是如意的状态里面呢，所以呢佛陀说它是苦。那么比较深层的就告诉我们是一种不安的状态。那么追根究底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心所以呢是五蕴。那么有这个五蕴的身心在运作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一切现象都会显现所以五蕴在结合的过程中从生理的现象，生老病死，从世间显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呢，就生住异灭。那么从整个世界，我们七世间的这个显现，就成住坏空。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那么在我们面对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感知到。那么在我们这种感受跟感知的时候呢，它跟我们的内心的情绪、内心的这种感受呢结合了以后，我们就会产生某一种感受、某一种情绪。那佛陀为什么特别注意到这个比较所谓负面、比较消极的部分呢？因为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人就必须要面对的，那么也是我们人想要逃避、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呢，真正会面对人生的人，大部分都会先知道这个苦。不过呢，我们为了逃避这个苦呢，我们就用别的方法，就是用苦相对的这个乐来代替所以我们呢，虽然知道很多这种现象呢，它会导致我们内心的那种不安。当然，我们内心为什么不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苦的感受呢？它有更内层的这个原因或者是因缘所在。那么这些呢，就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不过呢，我们如果是不断的追逐乐，那么用乐来取代这个苦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个事情呢就没有了，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呢我们处理好了、解决了。但是呢，这种过程是有危险存在，或者是不究竟的。所以佛陀呢，他不会说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乐，但是呢，他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用乐的方式呢，来取代我们现实的这种所谓的苦和不安的状态，那么这个乐呢，就不是究竟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不是究竟的乐呢，我们追逐的越多，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失去的东西会更多，甚至呢，我们会遭感到更多的这个苦或者是不安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佛陀提出这个苦谛的时候呢，他是要我们如实的去面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比较直接的、比较现实的感受跟我们的感知。那么这样子呢，来先确定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这个状态了以后，那我们才能够再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到说，这个苦是怎么产生的，然后这个苦是怎么产生，那我们就找到这个苦怎么可以击灭的这个方法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建立我们修行的这个目标终极的目标终极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是佛陀说法的一种善巧所以也看到说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是如实去关照我们现实，关照我们人生的真实的感受感知的这一面。所以呢，我们先从这边呢去了解，然后也从这边去反省我们自己，然后去了解我们自己，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深一层的去体会佛法对我们的这个重要。好，谢谢。